将嫁入豪门的姐姐被喜欢自己的医生强吻，命运就此急转直下。妹妹抬头发现，楼上前来订婚的富豪已经把事情看在眼里，她赶紧冲上楼向未来姐夫解释，姐姐跟医生真的没有发生什么。然而富豪却从此看上了温婉美丽的妹妹。晚宴开始前，作为葡萄庄园主的爷爷宣布今天的重大事情，富豪决定改娶妹妹索莱达。 What？ 姐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与此同时，坐在中间局促不安的表哥也像是遭到了晴天霹雳，因为他与表妹索莱达真心相爱。 Ines, I swear to you it's all a misunderstanding. So, Honestly. tell me it's not true. Of course it's not. 就在全家乱成一锅前，爷爷决定跟索莱达私下面谈。然而此时索莱达正心乱如麻，18岁的她显然不知该如何应付这棘手的局面。 Soledad! 在爷爷咆哮过后，索莱达只能跟上爷爷的脚步。他听见身后表哥已经为自己跟兄弟豆丁吵了起来。 You can't let her get married. It's what's best for the family. But you have to stop It's her. been decided. 来到两边都是酒桶的仓库深处，爷爷要索莱达以家族为重。爱德华掌握着伦敦最大的葡萄酒销售份额，作为一个西班牙的葡萄酒庄园，根本没有资格跟爱德华说不，否则自家塔沃家族很可能就要退出葡萄酒生产的历史舞台。 But I'm not in love with him. I wasn't either with your grandmother when we married, nor your mother with your father. Love is something that comes over time. All my life I've broken my back for all of you. The years working to make the vineyard a success, so you'd have a better future. 爷爷没等索莱达答应，又原路返回就餐去了。索莱达想追上爷爷说些什么，但他显然也没有找到说服爷爷的理由。至此，姐姐加入豪门的梦想破碎，妹妹和表哥青梅竹马的恋情也就此被商业联姻终止。不久后，索莱达在伦敦一座高大的城堡举办婚礼，城堡的大门徐徐打开，可她的青春却正在关闭。人们感叹身穿白色婚纱的新娘如此美丽，然而新娘的脸上却没有任何光彩。别人的祝福都是祝福，然而表哥的祝福并不真心，而姐姐的祝福更像诅咒。 You're dead to me. 富豪不仅年纪大到可以当索莱达的父亲，他还有一个跟索莱达年纪相仿的儿子。这一切通通都被索莱达浑浑噩噩塞进了脑海。谁又能想到呢？一个女孩嫁给富豪，竟然觉得如此的不幸。也因为索莱达的出嫁，爷爷得以跟爱德华签了大额的葡萄酒供货协议。然而这一切却只是减缓了塔沃家族的衰败过程而已。而索莱达住进城堡，看见里面有一群仆人早已待命，他也心安理得接受了命运。只是那个继子却在索莱达入住的第一晚就愤怒离家出走。毕竟他的母亲几个月前刚刚过世，时间仿佛不值钱一般。索莱达为爱德华生了3个女儿，也收获了爱德华的呵护。转眼之间，索莱达已经38岁。这一年是1871年，距离索莱达出嫁已经20年整。这天，豆丁从西班牙来到伦敦，再次打破了索莱达命运的平衡。索莱达发现，豆丁作为家族继承人却枯瘦如柴，整个人显得颓废不已。重磅消息是，姐姐的丈夫死了。她带着满身的怨恨进了修道院。更重磅的消息是，豆丁吸粉挥霍无度，在他作死下，葡萄酒庄园债台高筑，目前已经停产。豆丁请求索莱达帮忙叫回定居古巴的表哥，然后再让伦敦的富豪帮助自己申请贷款延期。随即，索莱达就往古巴发了电报。意外的是，没过多久，表哥随即也来到了伦敦。原来，索莱达发到古巴的电报又被表哥的秘书发回了欧洲。表哥这段时间却是一直在欧洲生活。面对时隔20年的重逢，索莱达又惊又喜。但她已有家室，早已不想提起当年的初恋。为了帮助豆丁贷款，丈夫爱德华也是尽心尽力。他帮几人约见银行家，只是赶回家时，发现自己竟然忘记约见的时间，完全错过了与银行家见面。当然了，由于豆丁的经营能力实在不行，银行家没有同意继续提供经营贷款。为了帮助娘家获得贷款，索莱达再次去见了银行家。银行家给索莱达摆出了3杯葡萄酒，如果索莱达都能猜出酒名和产地，那么他愿意相信索莱达拥有经营酒庄的能力。前面2杯，索莱达轻松答对。 I was born in Jerez, which is very close to Sanlúcar where this wine is produced, Manzanilla. It's not very well known outside of Andalusia, so it's a pleasant surprise to find it here. 第3杯红酒，索莱达有些陌生，好在他闻过之后立即就有了答案。 The key is the color. Deep red, just like blood. And now, the nose is strawberry, strong as ripe fruit. You all know Don Quixote, the tilter, at Windmills. This wine is from La Mancha, like him. Motino. Extraordinary. 银行家对索莱达肃然起敬，随即同意了葡萄庄园的贷款延期。豆丁走了，表哥也没有理由继续待在伦敦。返回欧洲大陆的当天，他期盼着索莱达能给自己送行。索莱达何尝不想？可丈夫对她和表哥的事情早有耳闻，
此时需要避嫌，只能守在丈夫的身边。只是叫女佣给表哥送了一封告别信，信里不再有爱情，只有亲人之间的相互叮嘱。表哥在车上看完了信，顿时嚎啕大哭。然而两个表哥一走，就轮到索莱达自己陷进了困境。丈夫的记忆力急转直下，很快就查出患上了痴呆症。继子听闻父亲失去经营管理的能力，也就回来继承父亲的财产。他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的财产都应该属于自己，于是把父亲和继母以及3个妹妹软禁在家。只有父亲和继母签字办完财产更名手续才愿意放人。好在索莱达在佣人的帮助下逃了出去，穿过雾都朦胧的街道，带着痴呆的丈夫和3个女儿前往西班牙老家，以为老家总该有自己的义务办完。可当索莱达回到家乡，却又发现自家的房子已经有了新的主人。他找来老家的佣人，才知道豆丁不堪忍受毒品的折磨，已经跳海自尽。然而表哥并不爱惜伤心的故居，他拿整个葡萄庄园和房产跟别人赌博，输给了一个叫做拉雷亚的男人。无家可归的索莱达决定试探拉雷亚，看看能不能买回自己的房子。当他敲开房门，一袭雍容华贵的红裙实在太美，所以丧偶20年的拉雷亚一眼就看上了索莱达。原来就在索莱达出嫁那年，拉雷亚也和索莱达同住一个小镇，但他的妻子因为难产生下一个儿子，随即撒手人寰。为了讨生活，拉雷亚带着一对儿女远赴遥远的墨西哥，他当上了一名矿工。最苦的时候，女儿只能靠着捡别人丢弃的食物填饱肚子。好在最后拉雷亚赌对了一个废矿，这才返回西班牙老家，过起了富人的生活。认识索莱达前，拉雷亚其实已经破产，因为他巨额购买的矿地颗粒无收，并且还因此欠了别人一笔贷款。不曾想这天，一个颓废的醉鬼要跟拉雷亚赌桌球，筹码是一个葡萄酒庄园。拉雷亚在矿井打桌球是1等1的好手，所以他看到了翻身的机会，拿出自家仅有的房产进行下注。这一次当然是拉雷亚赢了，表哥很潇洒就签了过户手续，于是拉雷亚这才得以跟索莱达认识。得知索莱达是房子的原主人，拉雷亚热情地邀请索莱达参观房子。索莱达原本有些防备拉雷亚，可他环顾从小长大的房子，每一个角落自己都如此熟悉，于是也忍不住在屋子里面走了一回。为了正式找机会商谈，索莱达让佣人去找当年的医生，同时还给拉雷亚发出了晚宴邀请。这场晚宴双方都很重视，拉雷亚在出发前洗了个澡，而索莱达则特意换装。换好妆后，她还打算让丈夫一起接待客人，没想到此时丈夫却突然记不起来索莱达是谁，所以医生迈尔到来时，只见到索莱达独自迎接自己。迈尔不仅需要治疗病人，还要以家中亲人的名义帮索莱达接待拉雷亚。晚宴上，索莱达正式提出了购买的意愿，拉雷亚也需要卖掉葡萄园还债，所以开出不高不低的价格，眼看立即就可以谈成。然而此时索莱达没有钱，因为他需要摆平继子才能拿到大额现金。3人吃饭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管家上菜一眼就认出了拉雷亚，原来昨天富豪迷路差点被马匹撞倒，是拉雷亚救了痴呆的老头。为了表示感谢，索莱达决定明天带拉雷亚了解整座酒庄。第二天，索莱达骑马来到葡萄园跟拉雷亚见面。也许他只是觉得尽个地主之谊，但对拉雷亚来说，这却是跟心上人的一次约会。两人在葡萄园交流融洽，就连走路的步伐也慢慢有了默契。也是在葡萄园，拉雷亚了解到了索莱达的困境。原来索莱达在伦敦擅自以豆丁的名义签了一些酒品购销协议，而继子觉得甲方乙方都是索莱达一人所签，显然涉嫌违法，所以现在正在对索莱达穷追猛打。回到家中，拉雷亚开始思考如何才能帮助索莱达度过目前的难关。突然他想起桌上有一份豆丁的遗嘱，内容是要让表哥继承这座庄园，于是决定亲自把文件送到索莱达的酒店。然而当拉雷亚见到索莱达却正准备应付继子派来的律师，神色显然有些慌张。此时的拉雷亚急中生智，他假装自己是那个颓废的表哥，已经授权索莱达出售自家的葡萄酒，所以他十分客气地把2名律师请了出去。这下索莱达又欠了拉雷亚一个人情。两人对视时，拉雷亚显得十分深情，索莱达虽然内敛，但他已经明白了对方的心意。此后两人常常一起前往葡萄园漫步，索莱达会传授给拉雷亚有关葡萄种植和酿酒的专业知识，而拉雷亚不仅喜欢倾听，还会分享自己的一些私事，这让索莱达的脸上再次现出了久违的笑容。然而由于继子的律师没有拿到索莱达放弃资产的签约文件，继子也来到西班牙，他带着手枪闯进酒店劫持了索莱达。此时已是半夜，管家只能去找拉雷亚帮忙救人。等拉雷亚来到酒店楼下，管家告诉他1楼和2楼均已被继子封锁，想要进入索莱达所在的3楼房间，也只能通过攀爬阳台。拉雷亚豁出去了，他让管家去找自己的印第安随从，然后就自己爬了上去。这时的索莱达已经被继子按在书桌面前，必须签署放弃资产的声明文件。好在紧急时刻，拉雷亚砸破玻璃窗，有如神兵天将一般闯进书房。就在拉雷亚面前，继子把枪口指向了索莱达的太阳穴，
为了保命，也为了丧心病狂的继子不至于伤害拉雷亚，索莱达同意马上签字。可就在继子枪口指向拉雷亚时，索莱达拿起钢笔，却偷偷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拉雷亚。随后，他用钢笔扎伤了继子的左手。心领神会的拉雷亚立即夺走了继子的手枪。在拉雷亚的随从赶到后，形势瞬间倒转。由于索莱达求情，拉雷亚没有伤害索莱达的继子，只让随从把继子送往前往巴拿马的大船。然而没人能想到，继子一只手仍然可以袭击车夫。他把车夫拽下马车，自己一个人把马车开走。等迈尔告诉他们，他刚刚帮爱德华的儿子包扎了伤口，两人这下傻眼了。为了丈夫爱德华的安全，索莱达只好去修道院求见姐姐，想要把丈夫藏进修道院。然而她去了几次，却被告知姐姐根本不愿意见到自己。最后拉雷亚只好自己去了修道院，告诉姐姐爱德华的现状。这一次，姐姐终于同意会见索莱达。索莱达向姐姐倾诉，自己也不愿意走进这段婚姻，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从背井离乡的痛苦之中走了出来。然而姐姐只回了一句，她愿意照顾爱德华，不是因为要给索莱达面子。当天深夜，索莱达把丈夫送进修道院，然后依依不舍地跟丈夫告别。20年来，她早已把丈夫当成至亲的亲人，而姐姐看见本该是自己丈夫的男人，眼眶不禁潸然有泪。居住在修道院的日子，姐姐把爱德华当成丈夫一般细心伺候。然而爱德华的大脑早已没有姐姐的丁点记忆，他只是不停询问眼前之人是不是索莱达。也因为迈尔经常需要来给爱德华治病，他现在跟自己挚爱20年的女人有了更多的接触。索莱达的继子猜到拉雷亚藏起自己的父亲，他转而劫持了拉雷亚的儿子。可拉雷亚虽然并不退让，但他的身后却又被继子的手下持枪瞄准。关键时刻是那个忠心的印第安人帮他挡了一枪。他当年不顾生死从矿难井下救出印第安人，没想到今天印第安人又把性命还给了自己。拉雷亚十分悲伤，而那个继子眼看出了人命，害怕被西班牙当局追究，所以拔腿就跑。没过多久，西班牙警方果然赶到了现场。这天深夜，继子开始铤而走险，他必须赶在西班牙警方立案之前返回英国，于是放手一搏火烧修道院，要把人全部从修道院里面逼出来。没想到大火越烧越旺，直到最后完全失去了控制。索莱达赶到修道院时，看见人们正在救人。当他在修道院门口见到姐姐安然无恙，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只是又关切地问起自己的丈夫此时在哪。姐姐有些愧疚，她说她只顾救人，竟然忘了爱德华依然还在房间里面。索莱达决定自己进去救出丈夫，但是大火燃烧中，修道院发生坍塌。姐姐希望索莱达不要冲动，她不希望妹妹死在这场火灾里面。然而索莱达从姐姐的手中接过房间钥匙，依然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紧随在索莱达身后，纳尔和拉雷亚也赶到了现场，看见索莱达冲进大火，拉雷亚也不顾危险冲了进去。来到着火的修道院楼上，拉雷亚看见索莱达正在推门，于是也赶紧过来帮忙。然而当他们奋力推开房门，却发现爱德华已经不在房间里面。赶在房间崩塌之前，两人逃往楼梯，看见继子正在扶走自己的父亲，眼看继子旁边的墙体正在崩裂，索莱达只好大叫。然而眼疾手快的继子只能护住父亲，他自己却被坍塌的墙体砸死。等索莱达扶起丈夫，发现丈夫并没有受伤，可丈夫看见儿子死在眼前，却已经没有了活下去的想法。他趴在儿子的身上哭了一会，随后才被索莱达和拉雷亚扶了起来。可爱德华趁着自己还清醒，却又挣脱了索莱达，然后立即交代后事。他请求索莱达原谅自己，他说他不能再次成为索莱达的负担。他哭着请求索莱达一定要幸福，然后自己一个人走进了大火里面。情急之中，索莱达大声呼唤丈夫的昵称，但是丈夫寻死的心思却十分坚决。直到最后，她眼睁睁看着丈夫走进了烈火熊熊的房间，这让一向冷静的索莱达伏在拉雷亚的胸前嚎啕大哭。爱德华死后，索莱达逃出了修道院，她同样伏在姐姐的胸前哭泣。除了3个女儿，姐姐现在是她最亲的亲人。事到如今，姐姐冰封20年的心终于被融化，她不仅原谅了自己的妹妹，还接受了迈尔对自己20年来的默默等待。事后，拉雷亚陪索莱达回到英国，帮索莱达操办丈夫和继子的丧礼，然后才决定独自返回西班牙。临别时，索莱达欲言又止，而拉雷亚也没有说穿。对拉雷亚来说，等待是目前最好的结果。回到西班牙，拉雷亚没有卖掉葡萄庄园，他继续被债主苦苦相逼。好在他的一对儿女已经懂事，直接把自家的豪宅交给债主抵债，然后手牵着手一起离开。此后，拉雷亚完全脱离风险极高的采矿业，他全心全意当起了农民，还雇回了原先所有的工人，只为哪天索莱达回来能够拥有家的感觉。当拉雷亚产出第一批葡萄酒，他迫不及待就把葡萄酒寄给了远方的心上人。而索莱达收到礼物，他发现就连酒庄的名字都没有改名，只是加上了拉雷亚的姓氏。站在窗前，索莱达浅尝了一口，立即就尝出家的感觉。他知道拉雷亚为了自己默默做了许多事情，随即就立即返回西班牙会见拉雷亚。当一袭长裙的身影再次出现在酒庄门口，
拉雷亚微笑迎了出去。他看见新伤已经愈合、温婉美丽的索莱达重新站在自己面前，两人一起来到葡萄园边，对着落日余晖照耀下的田野，拉雷亚终于把自己的告白说了出来。